你不在案发现场，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你觉得陈宫和赵寻是什么关系？事发当晚，你是怎么得到陈宫和赵寻返回大成住所的信息的？那天中午我突然被开除，走的也比较匆忙，很多私人物品也都还留在大厂。然后徐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帮我收拾出来了，有时间过去取一趟。我就想挑个程董不在的时间，避免尴尬。徐经理说当晚就行。程董刚好有个应酬。那天我也是刚找到送外卖的工作，下班都已经很晚了，还要把行李送到骑手宿舍。我想返回大城的时候是晚上11点。徐经理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别过去了，程董要带着赵助理回来。我就这样知道了。你不在案发现场，你怎么知道他们发生关系了？你又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我猜的。猜的？根据什么这么猜测啊？没什么根据啊，就感觉。这3个月以来，公司上下疯传嫌疑人和受害人是恋爱关系，你听到什么又看见什么，让你的认知这么与众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让你感觉赵寻不接受成功的追求，最后还发生了你认为的强奸。我就是一个保护程董的小保安，我能知道什么呀？别人见到什么我就见到什么。程董又是个公众人物，他平时还挺会保护个人隐私，行为举止也挺谨慎的。在你任职期间，成功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为什么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发生了什么矛盾，导致他不由分说开除你？也没什么矛盾啊。我们这个职业流动性很大，分分合合都很正常。要说矛盾吧，可能是性格不合，脾气有点相冲吧。你和成功之间的矛盾和赵寻有关系吗？没有，跟他没关系。你和赵寻的关系怎么样？我和他不熟，除了工作交代，平常都不说话。作为贴身保镖，你可以接触到别人接触不到的面，了解别人了解不到的内情。那在你看来，赵寻对于成功的追求是什么态度？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你和一个人朝夕相处了3个月，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被霸总追求，月薪是我的3、4倍，我咋能看得出他开不开心呢？赵寻不知所措的时候，有向你求助过吗？你有主动替他解过围吗？我帮他拒绝霸总的追求吗？这不是每个女生都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像言情剧吗？事发前3天，2020年7月22日晚，成功在顶楼召集雪茄酒局。当晚出席的工作人员只有你和赵寻2个人。散场后，成功不肯放赵寻离开，发生了肢体接触，但他明确表态让你走。你并没有服从命令，而是强行打断，这也变相阻止了成功对赵寻进一步的侵犯。你是故意的吗？是在保护赵寻吗？我保护她干什么？她又不是我女朋友，我可没那么高尚。赵助理平常都留到很晚，送她回去也是我的工作。程董平常也是这么交代的。你甚至没有感觉你坏了成功的好事，导致他恼羞成怒，对你心怀不满吗？啊？是吗？哎，警官，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啊。我平常都学不会看老板的眼色，你这么一说，我被开除可能还是真是因为这个。哎，
你对赵寻指控成功强奸怎么看？我怎么看？冲动人帅，有钱，招女儿犯桃花。要说缺点吧，就是对女人都太好，太多情，对谁都温柔。那你要说他强奸，我有点不太相信。那你为什么报警言之凿凿说是强奸呢？我就是为了报复他呀。报复他吗？你刚才不还说你觉不出来他对你的不满吗？你甚至说不清楚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矛盾，怎么就能怨恨到报警指控他强奸的地步呢？哎，我这不是一时冲动吗？我无缘无故丢了这么好的工作，我当时气都顶到脑门上了，所以我就想恶心他一把，让他丢人现眼，人设崩塌。他这人吧，平常经济上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只能在男女关系上做点文章了。你不怕无凭无据报警指控他强奸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涉嫌诬告陷害吗？所以我匿名报警嘛，我不想被发现。赵寻一报警指控强奸，我就不是诬告陷害了吧？你真该感谢他帮了你啊，不然就凭你说的这些，足以构成诬告陷害。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是捏造事实，我没有捏造啊。事儿真的发生了呀，那顶多算我猜错了，结果他真的报警了，所以我现在连虚假告发的嫌疑都排除了，是吧，警官？听懂吗？我能走了吗？我还挺忙的。最后一个证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拼图，被你找到了，拼上了。还是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啊！我始终不相信那个匿名报警人能够提供什么铁证，毕竟强奸案往往没有证人现场目击，有的只是双方供述。但他是唯一看到真相的人，至少能够印证任何一方说法的真实性。结果什么都没有。我不怀疑赵寻说的是真话，但真话不代表证据。你赶紧想想撤案放人吧。赵寻3次自救逻辑自洽，证词是可以被采信的。但那不是唯一的结论，还有其他的可能啊。整个过程不直接，不确凿。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赵寻哪怕说一次不，一个让成功不能误会，也让他无法否认的，我不愿意。一次就够了。一个女人的反抗，居然是不敢让位高权重的人察觉到她在说不，然后陷入无法自证的困境。就是这样。你去办取保候审吧，先把人放了你还能继续侦查。秦大找我去开会，你抓紧啊。Remember that, no perfection.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I'll let you break my heart. I still think of that, no perfection. You jump the octave and change the key too high.
起床了？哦，天快黑了，睡了多久？你早该这样补补觉了。头还疼吗？好多了。那赶紧起来用膳吧。我去漱口。好。让过去的过去投身将来，就此别过，转身离开。那些叫了4个菜呢。哎，对了，我要是不来啊，我估计你这快递1个月都不会拆的。榨汁机，哎，是不是忘了？我朋友都在用这个榨汁机，说挺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榨一个苹果汁儿。好。哎呀，我的天妈！哎呀！那些曾经的有限，无需多言。怎么吃饭还工作啊？干预。快要10点多了，你该回去了吧？啊？手上那么多工作没完成呢，你一个人怎么行？行吧，随你。咦，写错了。老大，这都工作几个小时了，要不休息休息，出去透透气儿。好。哎呀，哦，走。哎呦，哎，今天月亮还挺圆的啊。哦，今天是15嘛？今天不是吧？哪有那么远？快15了，应该。那既然月亮这么圆，我来应个景呗。哎，行啊，吹一段你的萨克斯。呵呵。坐。公安机关找到匿名报警人了吗？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感觉，我就觉得要在这个时间点问这个问题。陈工是被刑事调查了，但是他依然会指控匿名报警人诬告，所以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报警人的
动机、身份的调查结果。没错，我们找到他了，但现阶段警方依然决定保密他的身份和动机。关于隐身心理的报告。你怎么知道报警人是尹胜？调查呀。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他了呢？感觉。不是推测。我无从判断，也不知道尹生会给公安机关提供什么样的证人证言。我的工作只是调查他的报警动机，分析他的人格心理，从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情感经历里寻找行动成因，从而形成分析报告。也希望这份报告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判断他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大致得出什么结论？我认为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投射到了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关系里，主观臆断，认知有误，所以他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极低，真实性存疑。真尽职尽责啊！你可以去看守所领人了。这么突然，取保候审批准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感谢批准。明天拘留满7天，我想请问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的处置有结论吗？等我通知。好，谢谢。1120，到。管理员密码开锁。修改管理员密码开锁。
成功。家庭住址：兖州市文理区解放路新景苑26号。谢谢。千万别再回来了啊！常先生，先生，欢迎回家。把衣服脱在外面。裤子也要脱。孙姐把衣服都烧了。你们拿到后面去把它烧了。 仙仙，我们俩6天都没见面了，记得我6天前跟你说的话吗？你怎么了？
有人欺负你了是吗？儿子，听我说，有人欺负你的话，不要跟他们打，也不要去争辩。记住他们，等爸爸过去之后，一个一个找到他们，替你拿回公道。儿子，坚强一点。那先这样，拜拜，轩轩。拜拜。我到了。我马上到。看到新闻了？看到了。他离开看守所了。下午回家了。好突然啊！你们找到隐身了吗？我知道你不能透露案情信息，但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报警。难道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就把我赤裸裸的推到大众面前？我不怨他，我报警是自己的决定，他没有替我作证的义务。刑侦差不多快结束了吧？取保候审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证据不充足，或者罪不重，不用羁押？就算将来起诉判刑，也是个轻罪，判个缓刑。但也意味着案件没有结束，公安机关会继续收集新证据，不排除嫌疑人会被重新收监、起诉判刑的可能性。也有可能最终无法证明犯罪，这案对吧？没事儿，我发过声了，也抗争过了。法律有时候也不是无所不能。法律帮的是一清二楚的人，可我偏偏没做到一清二楚。老大，成功被取保候审，你怎么看上去不开心啊？因为隐身。隐身，这个隐身是挺奇怪的。你看啊，隐身作为这个报警人已经被警方找到了，他没有提供任何对赵寻有利的旁证。
他但凡说了一点点，警方也不可能让陈功取保候审。是啊，他却帮了陈功一把，这不奇怪吗？奇怪啊。继续调查尹生吧。嗯。喝点牛奶，谢谢。吃点坚果。好久没有看到你工作的样子了。明天股票复牌，还要多做一些预案。哦。复牌前我最大的贡献，就是获得了取保候审。会是利好。新路，这6天真是辛苦你了，力挽狂澜，做得真棒。本分。啊，好在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林看会继续跟进，帮我洗脱罪名，还我清白。但愿。这次由于我给你、给轩轩，还有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请求你们的原谅。还好了，都扛过去了。轩轩受的影响比较大，看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修复跟他的关系。我这边没有你想象的严重，都习惯了。你这句习惯了，真让我惭愧啊！这么多年，当董事长、当名人，还算称职。做父亲，做丈夫，真的是不及格。哦，这次我在里边6天，我把我的前半生反反复复、仔仔细细的想了无数遍。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6天就像一条天堑，把我的过去和今后分成2个不同的我。我已经不是6天前的成功了，真的。所以，新路，你能不能慎重的考虑考虑？咱们别离婚了，好吗？你后悔答应跟我离婚了？不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离婚。之前不答应，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利益的捆绑。现在我不愿意离婚，是因为这6天让我意识到，我差点毁掉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复制的美好。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这也是人设重建的需要吧？毕竟比起夫妻反目、婚姻分崩离析，回头是岸更加符合公众的期待，也对你更加有利呀。我不否认有利益的层面，但更多的是我内心的渴望。真的。反正我想好了，如果你要坚持离婚的话，我就让我的律师利用离婚难的障碍，拖着你，拖个1年，甚至2年。到时候看你离得成离不成。OK， 不离就不离。我现在没有时间精力给你拖这些事情，公司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真的？害怕了？不用怕，我回来了嘛，你就不用那么累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尽快的召开董事会。什么议题？恢复我董事长的职务，回到原来的样子。你笑什么？
刚才还说什么身心巨变？唯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是不会变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取消第131次董事会决议，罢免我这个现任董事长。那是因为我在看守所里接到的董事会决议不符合当初我对你的委托。但是我能理解啊，面对前景不明的案情，你和全体董事选择与我切割，也是明智之举，也给短暂停牌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争取了救命的4天，对于止跌股价还有平息社会舆论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危机公关效果。所以呢，在看守所的后3天，我努力地说服自己理解、接受131号董事会的决议。不过现在好。我回来了，成功。你回来了，但你的犯罪嫌疑并没有解除。就算犯罪嫌疑解除了，你个人的负面的形象带给公司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除的。你什么意思？我解除犯罪嫌疑的话，也不能恢复董事长的职位了。1年2年，短期之内，是这样的。那能接替我的人是谁呀？是你啊！想听我给你一个意见吗？你讲。暂时隐退。离开公众视线，用时间消除公众记忆。这段时间，你带着轩轩回英国陪他，正好也消除你们俩之间的一些矛盾。你的意思是我们俩调个个啊？我回家，你出山？我认为这对你、对我、对轩轩、对公司都好。我明白了，那天晚上你回来的路上就已经谋划好了。你解除一致行动人要挟我离婚，分我1半的股权，就是为了抢我董事长的位置，布局谋偏。我突然被刑拘，你连到手的制衡权都用不上了，直接煽动全体董事直接罢免我。你知道我最在意这个，你偏偏跟我抢。我没有跟你抢，我找回来的只是丢失了10年的自己。对不起，你要是不放弃董事长的位置的话，我就会在公司董事会跟你开战。成功，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自己的荷尔蒙了？你看你把身边所有的人，把他们的人生、事业和生活搞得一片危机，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你还想折腾集团管理层？谁折腾了？我被人陷害，法律迟早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才是形象、名誉、地位的受害者。我只不过想拿回自己的东西，我怎么就成折腾了？停！我不想跟你吵架，起码今天晚上请给我一个亲子。线上这么多人等着我做决定呢。力不能逮，你可以随时回卧室休息啊！你不要那么操劳，你不心疼自己啊？你是不相信我会做得比你更好吧？我相信啊，6天可以，时间长了你肯定不行。做得好不好，时间会说了算。谁当董事长，董事会上投票做决议。所以现在请你离开，我要工作了。要不要给您叫司机？我就知道，你一出来就会因为股权和董事长的问题跟他争斗。但是没想到，第1天晚上你们俩就杠起来了。
我也没有想到。那你想怎么办？我决定明天召开董事会。你不事先私底下先做一些功课吗？你有把握5位董事都会站在你这边？5天前，他们可是全体投了你的罢免票。我知道。5天前我被带走，他们集体跟我切割，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公司的利益。我能理解，我不怪他们。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你想现在召开董事会，取消新路董事长的资格，目前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至少要等到警方结案，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你是无罪的。Break my heart,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her. Non-perfection, I still think of that. You jump octave and turn the key too high. 时光缄默，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波澜壮阔，看透了冰与火，各自挥霍，读懂了爱与痛，透视枷锁，就此别过，转身离开街头。让过去的过去，投身于将来，按下暂停键，重新决断，让此刻的延续出发去下一个。有谁能完美，能放下狼狈，人生在沉浮中起落，体会爱的滋味。有谁能完美，就让它完美。爱无畏，心有愧，让时间